深夜，5个喜好露营的驴友正围着火堆畅谈。这时，其中一个老头提醒他们晚上不要乱跑。1周前，警方刚在不远处发现几具尸体残骸，对方称当时自己就在现场围观，支离破碎的身躯直到现在都让他记忆犹新。可阿伟听后却戏称这个故事一点也不恐怖。原来其余人跟眼前的老马并不熟，只不过在白天找地方扎营时恰好遇见对方，奇妙缘分才让几人答应了他的加入。看着他们嘻嘻哈哈毫不在意的模样，老马脸色阴沉的表示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做个游戏。他称传说露营时朝火堆里扔块木柴，并在燃烧期间讲个恐怖故事，只要有听众被吓到，那么这个故事就会真正出现在现实当中。阿伟听后当即便表示自己先来，并称他的故事绝对会吓坏他们。说深夜有个赌徒因欠下巨额债务被打手追赶，慌不择路下只能钻进一个厂区进行躲避，却发现所有厂房的大门都上着锁，幸好锁链过长使得大门能打开到缝隙，让其有惊无险的在打手追上前钻了进去。但很快对方就也强行将锁破坏闯了进来，二人发誓抓到人后要给他点教训。男人只能在厂区内和打手玩起了躲猫猫，可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索性就在这时发现此处还有个后门，连忙飞奔着朝那里跑去。可下一秒，男人瞬间就被打得意识模糊，大胡子见状也不再管他，直接大声呼唤着叫同伙过来。但强烈的求生欲让男人很快缓过神，强撑着迅速爬进货架下再次逃跑。可这么简单的动作就让其友头晕目眩起来，但他不敢就此停歇，连忙准备起身继续逃跑，却突然看到不远处好像有道人影。虽然对方身处在黑暗中，但他确定那东西肯定不是人类，而就耽误一会儿的功夫，大胡子就从另一边绕过来堵住了去路，并大声呵斥着让其赶紧出来。男人连忙小声提醒他不要出声，但此时动静却已将那东西惊动。下一秒，恐怖一幕下的男人屏住呼吸，不敢乱动。很快，那怪物就再次转身没入黑暗中远去。可还没等他庆幸自己死里逃生，就看到另一名听到动静的打手赶了过来。对方见状，二话不说抓起他就准备动手。男人赶紧将刚才匪夷所思的一幕讲出。打手听后虽不相信他的话，但也感觉仅是追债不至于闹出人命，暂时放了男人，让他带自己去见识那所谓的怪物。接着不听劝阻，直接抄起把撬棍递了过去。深知怪物恐怖的男人仍想要劝说，可下一秒，只见被扑倒的打手瞬间鲜血四溅，男人见状鼓起勇气冲上去就是几棍，却发现自己的击打只能给对方挠痒痒。下一秒被激怒的怪物就一爪刺穿了他大腿，强烈疼痛终于让其冷静下来，赶紧挣扎着逃离了此地。可就在此时，听到动静的保安却走了进来，并直接把他当成了盗窃的小偷。但仔细看去才发现对方伤痕累累，男人连忙表示称他可以报警，但能否先带自己离开这恐怖之地？保安见状决定先帮他包扎下伤口后再报警。听到这，男人连忙看向不远处的监控，随即让保安把刚刚的视频调出来，不然他怕自己跟警察解释不清。很快监控就回放到最初他被打倒的一幕，可接下来的内容却与其描述的完全不符。只见他爬出货架后便抄起铁棍迅速藏了起来，随即在大胡子绕过来堵截时，从身后窜出一下戳穿了对方眼眶。而另一个打手也是被男人偷袭所干掉，从始至终都没出现过所谓的怪物，他的腿伤不过是对方临死前的挣扎。如此诡异之事让男人彻底懵批，而看到这一幕的保安则被吓得连连后退。他不停安抚着让对方保持冷静，称肯定是脑部受到重击让其产生了幻觉，自己肯定会作证帮他减轻罪责。说着便拿起电话准备报警。思绪混乱的男人也渐渐认同了保安的话，可就在此时他却看到那头怪物竟再次出现，但在保安眼中身后却什么都没有。男人被吓得连忙抄起桌上的美工刀，保安见状赶紧再次安抚起来。可被吓疯的男人此时已听不进解释，直接一刀抹脖给自己来了个痛快。阿伟的故事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，众人听后都纷纷夸赞起来，但小黑却表示虽然情节不错，但还不够惊悚，随即便表情神秘地讲述起自己的故事。说女人搬入新家后开始收拾房间，随即便在地下室翻出个老旧的留声机，她赶紧兴奋地招呼儿子过来欣赏老物件，这才发现留声机早已因年久失修而损坏。本来她也没在意这个小插曲，可深夜醒来时却看到儿子不见了踪影，她连忙起身下楼查看情况，却发现正有道人影站在儿子身后。女人吓得连忙打开灯，而那道身影也随之消失不见。以为看错的她这才松了口气，赶紧叮嘱儿子晚上不要随意乱跑。随即口渴的她也打算倒杯水，直到这时才猛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，矮小的儿子是如何拿到放在高处的杯子的。但想到对方可以站凳子后，女人也不再纠结。可诡异之事还不止这些，第二天正在家里办公的她，却听到楼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。女人被这动静吵得无法集中精神，
烦躁的起身大喊着让儿子消停点，却突然看到此时对方正在屋外玩耍，以为家里进贼的他慌张的持刀上楼查看。很快女人就来到生源处的房门外，可等推开门后，那动静却瞬间消失不见，而仔细查看也没在屋内发现任何异常。诡异状况搞得他有些懵批，直到晚上都还在想白天的事。而这时他突然听到厨房传来阵音乐声，不知为何本已损坏的留声机竟自动修复。可女人刚关闭就感觉身旁有道人影，她紧张的缓缓转头看去。这次他确定自己绝没出现幻觉，很明显是这个留声机有古怪。想到这，女人立马出门将东西丢进垃圾桶。可第二天，她竟诡异的再次出现在家中。女人见状，直接决定将留声机彻底烧毁。但回屋后就发现儿子竟没在床上，正疑惑时，就看到对方呆呆的站在黑暗中，任凭他如何呼喊也没有回应。下一秒，女人被吓得直接瘫坐在地，而一扭头却发现儿子正在床上熟睡。接连的惊吓已让她不敢再继续待下去，拽起儿子打算连夜搬家逃离此处。但显然对方并不打算放过破坏自己栖息之地的他。下一秒，大门就被一股无形力量给锁住，女人也将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众人都被小黑的突然袭击给吓到，朱莉更表示自己不想再玩了。但面对几人的热烈邀请，不想扫兴的她只能简单讲了个廉价旅馆的故事。话说男人在酒吧钓了个极其火辣的妹子，很快对方就将她领到个装修风格怪异的旅馆。但此时精虫上脑的他也没多想，只想快点与对方戏耍一番。可妹子却表示要先来个节目助助兴，男人还以为她要给自己来个精油开背，殊不知对方正用半干的污血在其背上画着个诡异图案，随即又拿出副手铐将她双手反绑了起来。男人还在调侃妹子花样挺多，一扭头却看到对方已戴上个恐怖面具，他瞬间被眼前一幕吓了一跳。可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对方就暴力的给他也套上个满是荆棘的草圈，接着不知从哪掏出把炙热的烙铁，随即便在男人惊恐的目光中一下戳到他胸口上，剧烈疼痛让他疯狂扭动起来。对方也在其挣扎下被顶翻在地，男人则赶紧趁机跑了出去，却看到走廊尽头竟站着好几个同样造型之人，双手被绑的他只能踉跄着朝楼下狂奔。终于在跑到1楼时与服务员撞了个满怀，对方看到男人狼狈模样后连忙询问发生了什么，遇到救星的他赶紧将情况讲了一遍。服务员听后立即表示如果属实会马上报警，绝不让这群邪教徒在自己旅馆搞事，但首先得先确定他说的是真的。没办法，男人只好领着服务员再次回到那个房间，没想到女人竟嚣张地待在此处没跑，而那群黑袍人也都站在屋内望着二人。诡异状况让男人感到一丝不对劲，想到什么的他若有所思地看向服务员。下一秒，众人都被朱莉的故事惊呆了，谁会蠢到逃跑后再次回到危险之地？但身为小说家的安娜还是安慰了他，称朱莉的想法其实很好。Thank you。而现在大家都期待他能讲出什么故事。安娜称自己的故事就是现在正在写的小说，名字叫做《电影院杀人事件》，说有3个年轻人来看午夜场的恐怖片首映，可还没等进去就被售票员高大威猛的形象所震撼，但他脑子很明显与其身高成反比，捅咕半天也没能给几人打出票。被呼叫过来的经理气愤地给他臭骂了一顿，马上开场让几人也没在意，迅速离去，却不知经理在羞辱完人后直接将其开除，这也让本就性格极端的他彻底黑化。只见壮汉戴上恐怖面具再次走了回来，随即在经理不解的目光中拿走其钢笔。此时着急入场的雷哥感觉一股尿意袭来，这也让打算上厕所的他恰巧看到了这恐怖一幕。他吓得连忙慌张跑回放映厅，打算将刚刚看到的事告诉同伴。可正说着，影厅的荧幕就被关闭，前面有位观众立马恼怒起来，不顾劝阻，直接出去呼叫工作人员。看着雷哥焦急的模样，没办法，同伴也只好无奈地跟了出去。此时气愤的观众已叫嚣着要投诉壮汉，可走近后才发现对方妆造有些奇怪，但察觉到不妙，以为事已晚。下一秒他就被壮汉用铁链活活勒死。所幸雷哥早就知道即将发生什么，将对方的行凶过程全部记录了下来。几人吓得慌张逃离了此地，但已经历过一次的雷哥迅速冷静下来。虽然壮汉就堵在逃离影院的唯一出口，但既然是无差别杀人，肯定要各个影厅搜查，到时只要趁机悄悄溜走就行。许久后，感觉时机已到的3人偷偷摸向大厅，却发现壮汉早已将大门给锁上。更倒霉的是，对方恰巧搜索一圈后再次回到了这，3人吓得扭头就跑，可慌张中女孩却被绊倒摔了一跤，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同伴们便已不知所踪。落在最后的他只能不幸地成为第一个遇难者。此时躲入厕所的雷哥偶遇到另一名女员工，拉肚的他对外面的情况仍一无所知。所幸雷哥之前录下了视频，成功让女员工相信了他的话。可耽误一会儿的功夫，壮汉就来到厕所，但就在他准备动手时，可他的攻击对壮汉来说就是挠痒痒。雷哥见状连忙上前帮忙，下一秒
对方3拳2脚就将2人全部打倒在地。而就在壮汉残杀同伴时，雷哥赶紧趁机抄起铁杆，奋力将对方打倒，随即连忙招呼女员工跟自己跑，只因他身上有影院大门的钥匙。2人已等不及卷闸门完全升起，打开到缝隙便赶紧从下面钻了出去。可就在轮到女员工时，他却被壮汉抓住一把拖了回去。而还没等雷哥想好怎么办，身后就传来警笛声。惊险逃脱的他竟被赶到的警方当成歹徒当场击毙，众人都被这黑色幽默的结局给惊到，连老马都对这个故事感到认可。可就在几人撺掇着让他也讲一个时，老马却声称自己胆小不敢讲，接着便以时间太晚为由直接钻回了帐篷。他们见状也没多想，继续闲聊起来。但第2天睡醒却发现老马不见了踪影，并且几人的贵重物品也随之被盗窃。对方直接用行动为他们讲了一则恐怖故事，但安娜却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，别人都是值钱的东西被偷，只有他丢的是不值钱的小说笔记本。百思不得其解的安娜也不再多想，她感觉只要人没事就是万幸。可她没注意到的是，此时电视上正报道着一则新闻，昨晚有家影院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大屠杀。恐怖的是，情节竟与安娜讲的故事内容一模一样。几年后消失的老马再次出现，他又在某处与人玩起了萤火怪谈的游戏。只听男人娓娓道来的讲出自己的故事，说有位女作家凭着才华，短短几年便声名鹊起。但就在这天，他再次完成了一部新作品时，一只乌鸦却直勾勾地撞死在他家窗户上。而男人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安娜家正发生着与故事相同的恐怖经历。Trust me, they are listening.